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烂的频道。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网盘云桌面的新形态的内容。我之前呢在很多期都介绍过自建网盘，然后你只要有一个 VPS 有足够大的空间，你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私人云盘，存放一些东西甚至可以跟小伙伴们互相分享网盘链接下载，包括了离线下载之类的一些内容。我之前介绍这个是 Cloud Drive， 它其实还是偏工作室类的，还是偏这种小团体研发的一个网盘项目。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它看起来还是比较简约简单的功能也不会那么繁杂。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呢，就是很酷炫很流畅效果很好，还有它依然能够满足我们大部分的网盘需求，甚至它还送你了一个云桌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它的一个类似 Windows 操作逻辑、操作界面风格的云桌面系统。当然不会像 Windows 那么复杂，能装应用，能装很多 Windows 下的应用程序，它只是对接了部分的轻量应用，而且这些轻量应用呢，可能都是接入第三方网页的方式来实现的。比方说我们这个高德，它就会调用高德的网页版的小窗口呈现，那所有的应用的逻辑都是按这样的一个方式。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对这些应用的维护有些应用甚至还不能用，那也不影响我对它的一个高度评价，它可以满足我们绝大部分使用网盘的一个需求，甚至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呢，就是用我自己域名搭建的，待会儿呢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跟科技烂一样用自己的域名去把这一套网盘架构架设到你的云服务器上，非常非常的简单，比这个 Cloud Drive应该还要简单，还要傻瓜。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里头呢，我的电脑就类似于 Windows， 你看左边的一个排列，还有包括这边的一个罗列，这个是我之前注册甲骨文云时候成功的一个张截图，我给传上来了。然后我可以双击它就可以打开它，然后左右是可以切换这个图片的，然后 ESC 是退出，就是所以说我是觉得它挖掘操作体验上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甚至我觉得 Windows 在动画流畅度效果上都做得更好。然后比方说我们这边会有一些音乐这个是我上传的，在我的网盘里上传的一些音乐，这些你可以双击直接就可以播放。然后这边呢就是可以返回，就跟 Windows 是一样的。有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集成了这个 Dplay。 我们知道 Dplay 是我之前在建影视站的时候会跟大家提到的一个网页层面上的播放组件、播放器组件。那它可以播放 MP4 FLV 网络视频格式。那像这个呢就已经很好的兼容了。那包括你的拖拽就不像是很多云盘特别费劲。我们知道这个 Cloud Drive 它播放视频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这边呢我们甚至可以全屏，就让你沉浸式体验，相当于我就在我这个云桌面上。这就是为什么让我觉得 Dplay 嵌入以后给云盘带来了无限的升级，就是我在云端可以像在线访问我其他视频网站一样的播放我的视频无缝的，非常爽，很按耐不住了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它集成了很多的右键功能，比方说刷新我们常用的，比方说你也可以用键盘的 E， 我比较喜欢就是类似于 Windows 的这种刷新。上传呢它就会跳出来，然后给你来到你的图片，比方说要把这个图片上传，然后它就很快速的就可以传好并且给你显示在这里。第一次可能加载会有点慢，那往后的话它就会快很多。我们可以仔细看它全屏以后这些图标是动态的发生变化转移的，就是做的比较细的一个点。然后这个呢是创建文件夹，这个是创建文件，那它支持什么 TXT 这些 XML 文件还有 Word、Excel。OK， 你可以在线去查看这个 Word。对，目前我看到它好像在编辑层面上是目前好像是不支持的，可能是我现在的这个身份是不支持的，有可能企业版是可以支撑。这块呢就其实跟 Windows 很像了一些排序一些图标的大小然后这块呢会有壁纸设置，
OK，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毛玻璃效果 ，OK， 可以切换，整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非常流畅的，不是说在云端就是特别卡，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们甚至还可以添加你自己的一些好看壁纸。下面这个小风车就是随机帮你切换通过这个地址，然后帮你去找随机的一些图片作为你的后台壁纸。如果你这个服务器离得越近，你的云桌面网盘的体验就会更好。那我们先讲的这个是云桌面，然后第二个模块呢就是这个文件，它就完全脱离桌面的一个架构了，就是纯走网盘的这套思路。那我们可以上传下载之类的，然后我们右键可以对这个进行打开，然后可以把它进行一个下载，然后你可以把它分享出去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发给你好友，这都是非常方便的。这边复制删帖这些我就不用再跟大家演示了，就是非常基础的一些操作。然后还有创建压缩包可以压缩各种格式。然后我们这边上传着重看一下，它这边有个离线下载。离线下载是什么意思？我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云盘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沟通过了，就是我可以让我的服务器来帮我下载一个文件，下载一些软件之类的都是可以的，直接下到服务器上，然后我再从服务器上下载。有可能有一些大的文件呢，那我可能下载的时候比较花时间，我电脑又不想开，那我就用我的这个云盘来帮我完成。目前看它是有一些资源它是下不了的，有一些像 BT 资源或者磁力资源它是不行的，它没有接入那个我们之前那个 A 打头2的那个组件的目前是缺失的。但是它普通的像国内的一些链接下载链接直连下载链接都是非常 nice 非常方便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 OK， 这是关于它上传里头包含的离线下载，其他的网盘的该有的它都有了。然后这块呢它可以嵌入一些外部的网页，比方说然后把自己的导航网站不要脸的给放进来了，就是方便我可以快速的去使用跳转。体验呢非常好，就是跟你打开这个网页的体验是一模一样欢迎大家使用这个 Line 的导航网站。好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小人头，你点这个头像，然后这边呢会有一些功能比方说这个后台功能，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包括你上传了一些文件，哪些东西资源占用等等一系列的细节的内容，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的去看做的还是比较酷炫。然后这边有很多细项设置，然后包括你的用户数，还有你当前的这个云盘的版本，它这个云盘支持自动更新，如果有新版本的话会直接跳的。然后这个是一个菜单选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导航站，看这个是我自己添加的，当然你还可以再次添加新的，那我就不在这儿添加了。下面是类似于通知一样的就可能发一些公告有可能不止你一个人用，它这个是面向企业级的，如果你花钱了呢，你给你的企业一安装那你的企业云盘的一个概念就成立了，然后呢你们员工之间可以互相分享内容，然后你也可以发一些讯息。它这个边呢就是会包含了很多用户组比方说我是研发部的我是宣传部的当然跟我们个人影响不是特别大的。然后存储介质它还支持外挂还是很全面的，这个是挂载到本地功能也是有的。当然这个插件库现在看来还是很老旧的，很单薄的，对我们来讲用处不大，就是默认它都会安装一些看图的软件会安装一些看视频听音乐的软件这样的，还有包括一些简单的这个 PDF Office 等等这些办公层面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历史记录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做了些什么操作，上传下载等等，这些很酷炫好了，关于这个整体的介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还有一些细节呢我没触及到，当然大家可以自行的去摸索我先要告诉大家如何去搭建这个东西。来，接下来我们讲如何搭建可道云。我们先来到甲骨文云，我先拿甲骨文云的服务器做例子，然后我们这边点击实例，然后这块创建一个新的实例，创建实例呢起个名字名字叫可道云。这边镜像打开，选择一个镜像，我们选择无版图 20.04， 选择 ARM 架构，点击确定，下载公钥文件，把这个勾去掉。好，我们点击创建，等待它完成启动。
好了，这边绿了以后，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一下，开始菜单 cmd ping 这个 IP。OK 是可以正常拼通的，那这个 IP 可以用。打开 XShell 就是 SSH 工具，你也可以打开 Fundshell 或者其他的 SSH 工具都可以。这边我们点击文件，点击新建，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名字，给它刚才的 IP， 其他不要动，点击连接，永远信任。好，这边我们输入乌班图，这块我们输入刚才下载的密钥，点击连接。好，这样的我们就成功连接服务器，但是我们现在是普通用户，我们要给它 root 权限 sudo 空格杠 i， 然后回车，那我们就来到了井号的这个状态，那就是管理员身份了。博客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写的。如果你要重装系统，把这个输入一下，重装成 Derband 11，你的密码，这个你可以自行的去改一下，粘贴进来，回车。开始重装，重装大概需要10分钟以内吧，基本上就好了。装完以后它就自动断开连接了啊，实例就开始重新启动。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就需要等待，这个时间段也是连不上的，等个5、6、7、8分钟。有人说呢，滴滴会不会封号啊？大可不必担心，我这边经常滴滴，一般是新建完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滴滴。可以了，重装好了，这边呢就开始输入 root 了，不是乌班图了，因为我们使用 root 方式直接密码登录了。当然大家设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一点，就是这个密码呢复杂一些，这样我们实例就已经进入了，然后并且大家可以看到这块直接变成井号了，不需要我们再输入46i 了。更新组件的指令 bbr 再加一下，这里头什么都不要动，直接摁4，用原版的 bbr 加速。默认呢这个德版11就已经安装了 bbr， 只不过没有开启。好，下面就进入正题了，我们的宝塔粘贴进来，回车 Y 回车。如果你机器性能好的话，装个2分钟就能搞定，如果你机器性能差的话，装个7、8、9、10分钟，小火慢炖一下。感觉不重装系统这个宝塔装的挺快，一重装系统以后这个宝塔装的有点慢。好，那我们这块就算是宝塔装完了，这边呢它不会暴露你的公网 IP 连接，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我们开个浏览器，然后把这个输进来，这时候这块是内网 IP， 我们把它删了。 OK， 我们把这个 IP 复制一下，然后到这边把你刚才删的那个内网 IP 替换成公网 IP， 然后点击回车，这样的就已经成功登录到宝塔。登录到宝塔了以后，账号密码在 XShell 的工具里头，这个是账号，这个是密码，然后点击这边呢往下滑，滑到最底下，把这个勾勾上，进入面板。好，在这块先等，它应该会弹一个引导界面的。好，哎，弹了啊。我们装左边这个啊，右边这个是以 Apache 为代表的，这边是以 Nginx 为代表的啊。Nginx 的版本不要用默认的，要用到 1.21 这个版本。然后 MySQL 呢，你可以用到 5.7， 我一般用 7.4 啊，还是比较新的。当然8是最新的，8的话也有它的问题。这个呢，我们选择 5.0， 这样的一个配置，仔细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一键安装。安装的话又要1-2个小时吧，快的话15分钟，慢的话1-2个小时。那我们就等它安装好。好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我们的宝塔以及它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安装完毕。然后我们这边需要设置一下，到这个软件商店，已安装进来，这边 PHP 7.4 配置一下。这边呢我们装一些扩展，我告诉大家装哪个，我在博客里会告诉大家怎么装。把这个复制一下，然后到这边粘贴一下啊，这个装一下。好，这个你就按我的操作来就行， Ctrl F， 然后全局在这个站点搜索一下，你就能找到它。那你就一个一个装呗。这些都已经安装好以后，待会儿可能要禁用函数，不过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们可以看看有些函数呢，它宝塔是自动帮我们把它给屏蔽掉的啊，自动把它给禁用掉的。待会儿我们要解禁一下，这时候呢我们回到网站，
这边我们是空的，我们就创建一个站点。这时候我们需要申请一个域名，做一个域名解析。我们有现有的域名在 Cloudflare 里头。来，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Cloudflare 里头。这些呢都是我已经添加好的域名，就添加到 Cloudflare 里头了。Freenome 里头那些花钱的域名你都可以接入到 Cloudflare 里头。接到这边来呢，它就会一个一个这样的罗列，并且显示有效。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那关于怎么去接入呢？可以去看我往期的视频啊，有一期叫免费域名，然后域名解析那一期，给它添加一个 DNS 记录。好，我们这边呢给这个域名一个前缀，那就是可道云，然后这边 IP 给它多余的删掉，然后关掉小云朵，关掉 CDN， 然后显示1分钟保存，这样域名解析的域名就已经加好了。我们验证它是不是能够关联，我们 CMD， 之前我们聘的是 IP， 现在我们聘域名。OK， 大家看一下前缀，然后 lion666， 然后.eu.org 回车一下。第二次呢聘的很顺利。OK， 那就已经成功的解析。然后回到宝塔，把刚才这个解析好的域名加进来。好，这样的就加好了。下面呢这个 FTP 不需要管，这个数据库 MySQL 这个可以改掉，可道云1 ADMIN123。这个 PHP 版本就是 7.4 默认就行了，其他不用动了。然后我们点击最底下这个配置，好了，这样呢我们就加好了。加好以后呢，我们点进去，好，点进去以后这边访问一下它，看一下能不能访问。OK， 这个域名现在是可以访问的，并且宝塔给我们了一个初始画面，然后这块显示不安全，对吧？这边呢我们 SSL， 然后这块呢我们选择这个。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勾选这个域名，然后给它申请一个证书，申请证书结束，这个是密钥文件和公钥文件，然后我们强制 HTTPS， 强制开启证书访问我们这个域名。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这个域名这儿来，然后点击它。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域名就带锁了，并且带 HTTPS 了，好吧，那就比较安全了。好，接下来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掉这个界面，然后到目录去，然后把这个原本宝塔给我们的欢迎页面的相关文件删掉，回到科技 LAN 博客，然后点这个可道云的下载链接啊，非常方便，然后直接点击下载，好，它就开始下载了。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谷歌搜索官方链接点进去，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点击下载，同样会来到这个界面。下载好以后直接拖到宝塔里，对，刚才我们删掉的那个目录里，然后点击上传，大概50多兆吧，挺大的。我们把它解压，确定。解压好以后呢，它全都散落在这儿，我们把这个压缩包就可以删掉了，保证你这个域名的这个目录里头都是现有的我们刚才的可道云的源码文件。你再点这个网站，再点击这个进去，然后再访问一下我们这个域名的站点。OK， 这时候就来到了一个欢迎页面。欢迎页面大家可以发现这块有对勾，就是我们 OK 的，不 OK 的在这里，是我刚才说的啊，关于函数放行这两个函数，退出去，然后还是进入到这个软件，然后 PHP， 然后点这个禁用函数，这儿搜索它 Ctrl F， 哦，这个我们把它解封，还有一个这个复制一下，我们把它也解封。好，这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我们刷新一下它。OK， 我们全绿了啊，我们绿的很彻底。这时候我们下一步，这边大家看一下啊，这边我们要用 MySQL， 然后这块呢看起来有点复杂，这个我们不能这样用。刚才叫可道云1，对吧？这是我们数据库的名称。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 ADMIN123， 就是我们刚创建数据库的时候输的。这个也不能叫这样的，我们叫可道云1，对，这样的，好吧？这两个用户名和数据库名是一样的。然后 MySQL 下面这个不用动，然后这个呢，我们选择它，就是 Ready 加速啊，这个是一个缓存相关的缓存器。缓存器，然后优化你的网页的，
其他的这些都默认不需要管，我们直接下一步。好，这块呢我们后台的账号名密码我随便输，大家可以复杂一点，点击确定。 OK， 我们即将大功告成。好，它会自动在读秒以后会把我们传走，你也可以点击这个立即走。好，这时候呢它已经帮我们输入了，然后我们点击进入。大功告成，我们已经进来了。这个是一个浅色画面，我们可以把这个调成深色的，对吧？然后我们回到桌面，这就跟我刚才那个是一样的了啊，这是初始化的一个状态。对，你可以拖进去，6不6，然后拖出来，6不6。好了，这些其他的我在前面都讲过了，就是告诉大家就这么搭建就好了。小伙伴们赶紧操练起来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个云盘云桌面，小到云通过个人也能用上这么好用的云盘，非常非常好啊！他们做的很漂亮，速度也很快，也很实用。那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会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好玩的网站项目，拜拜。